是霍拉姆沙赫爾4，射程達到了2000公里，幾乎包含了整個中東地區。他說15分鐘內是可以直搗以色列的，末端速度高達了14馬赫，具備多目標的一個打擊能力。那麼伊朗還有其他的不對稱戰力，他說他也準備好了。這次特別不一樣的是，所有的費用、機票錢這個美軍全部豁免，由國務院來出這個錢。那後面代表的含義就比較嚴重了。川普有沒有可能又重施故技？因為川普經常做這種事情啊，他經常這個表面上面跟你講一套，就像是開戰那天2月26號，雙方還在日內瓦談出一個框架出來，就沒想到2月28號就開打了，而且是用偷襲的方式。美軍在緊要關頭緊急撤僑逃奔到第三國，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現在也在積極備戰，亮出了他的飛彈，美伊同時進入戰前節奏。今天趕快來做關心。今天早晨收到的最新消息，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美軍啟動了這個中東撤僑計劃，可以說是非常不尋常的一個動作。那也是被視為是一個啟動歷史級別的一個計劃。現在全面的是動員包機之外，還有地面的運輸系統，並且主動會協調幫助在當地的民眾來訂票轉運到第三國，而且呢，所有的差旅費是全面都是豁免的，被視為是不是現在準備要進入戰爭了呢？同一時間，伊朗也把話說白了，他說全軍已經進入到了100%備戰狀態，美國只要一出手，會立刻的全面做反擊。而在美伊休兵之際，伊朗則是重新整理了他的戰力，也積極的在備戰。最新畫面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伊朗的民眾這一次呢，特別聚集在了他們的首都德黑蘭的廣場，上演的是國家動員的計劃。那這一場遊行叫做展現國家力量大遊行，公開向美國展示了2個他們認為是他們的大殺器，包括了卡德爾跟這個霍拉姆沙赫爾4的飛彈。卡德爾的這個小檔案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射程超過了1000公里，可以搭載多彈頭，具有抗干擾的能力。關鍵是包括了伊朗自己都承認，在今年3月已經用這款飛彈攻擊了美軍的驅逐艦。另外一款來看到的是霍拉姆沙赫爾4，射程達到了2000公里。幾乎包含了整個中東地區。他說15分鐘內是可以直搗以色列的，末端速度高達了14馬赫，具備多目標的一個打擊能力。那麼伊朗還有其他的不對稱戰力，他說他也準備好了。今天特別來看到的是革命衛隊，它下面的這個蚊子艦隊蚊子艦隊全面待命之外，還包括了它有它的這個用高速的快艇、無人機跟岸基飛彈，專門要打的就是這一些航母跟軍艦。那麼另外呢，我們來看到他說速度的部分的快艇的速度甚至是可以飆到100節，大約達到185公里的進行飽和攻擊。五角大廈更是做了一個評估，說他們認為呢，其實美方低估了這個伊朗它現在目前擁有的戰力，包括其實它還擁有數千枚的飛彈跟無人機的庫存，是可以直接威脅中東的美軍跟盟友的基地的。另一方面，荷姆茲海峽現在不是持續的被封鎖嗎？但是根據美國官員的說法，其實得花至少6個月的時間，而且還是在伊朗沒有干擾之下，才可能完成在荷姆茲海峽這邊的掃雷動作。美國突然間啟動的這個撤僑計劃，真的是嚇了大家一大跳，當然也同時影響了全球的股市，在今天早上有所發酵難道是真的要準備備戰了嗎？另外就是看到伊朗的戰力的部分，蚊子艦隊還有各種的飛彈、無人機、岸基飛彈都已經出來了。接下來的戰力如何？雙方會如何交火呢？酈將軍怎麼看？確實，美國啟動這一次這個撤僑計劃不排除這個美軍會不會對伊朗又重啟戰事那為什麼我這樣研判呢？我覺得這次撤僑有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伊朗又重新開放了這個空中又重新開放空中，因為之前在打仗的那段時間伊朗它的空中是封鎖的，所以很多的客機沒辦法從伊朗起飛那個時候在伊朗這個本土有很多美國的僑民，那是不是那時候他們跑不掉那現在來講的話，伊朗認為說是在停戰時間，他又解除空中的封鎖，所以說這時候民航機可以飛的狀況之下，那美國要趕快把它從伊朗地區的僑民撤出來。其實美軍從中東地區撤僑，其實在開戰之前，
他就已經開始在撤了。2月28號那時候，包括到這個除了海灣國家沙特，還有甚至於連埃及，那時候他都已經有在撤銷。但是很多的民眾不認為說這個戰爭會打到他頭上，所以說並沒有很緊急。可是現在來講的話，我認為這個他這次特別不一樣的是，所有的這種費用、機票錢這個美軍全部豁免，由國務院來出這個錢。那後面代表的含義就比較嚴重了。我們看到當然川普有講說，這個時候停戰的時間，他要停到伊朗自己內部提出一個這種這個溫和派跟鷹派兩派都提出一個他們都能夠共同接受的和談計劃以後，他才要開始談。所以他說這個開戰的停戰的時間並沒有時間表，什麼時候他們談出來，他們自己內部裡面談出來，我們再開始來談。似乎好像這個停戰時間會拖得很長。所以伊朗如果裡面沒有提出一個和平方案，那美國就不談了。那不談是不是就繼續停戰？可是這個美軍在這個同時他3艘航母繼續向中東地區來做集結，除了說是福特號現在要重新回到紅海。這個林肯號這個已經是在這個安曼灣外海，另外布希號也正在趕向這個波斯灣的途中。除此之外，迪里波里號還有權勢號也都正趕向這個中東地區的路上那不免讓我們會覺得說，川普有沒有可能這個又重施故技？因為川普經常做這種事情他經常這個表面上面跟你講一套，就像是開戰那天2月26號，雙方還在日內瓦談出一個框架出來，就沒想到2月28號就開打了，這個而且是用偷襲的方式，這個以色列打美國就跟着下場。那這次會不會又是這樣？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兵不厭詐。那川普尤其是這種是根本就是這個毫無信用的人，他講的話經常隨意而講，他每天今天想的怎麼樣，明天可能又改变了，包括他自己都沒辦法說服他自己。那到底這個停戰會停多久？我們不敢這個去推測。可是如果說就美國軍方的立場，他現在趕緊來做撤僑，是不是他們也做好說這個萬一川普這個在停戰甚至還沒有結束之前，又要對伊朗發動攻擊，那這不能排除有這個可能性。為什麼？因為我們昨天看到這個荷姆茲海峽這邊這個大概伊朗用他的我們看到所謂蚊子艦隊啦，或這些快艇持續封鎖荷姆茲海峽。那包括到英國的一艘貨輪也遭受到攻擊。那美國會不會說我已經封鎖你，你又封鎖？那為了這個狀況之下，他會不會持續開戰？第二個，我們看到這次這個就算是第2輪要重啟談判，我覺得談判要談出一個結果可能性也不大了不管是核這個濃縮鈾的問題或者是開放荷姆茲的問題，現在這個伊朗跟美國雙方的所開出來的條件還是南轅北轍。那在這種狀況下，川普會不會重施故技，又開始這個用軍事施壓、極力施壓的手段來想要驅迫伊朗來屈服？所以會不會再過2天或者是1-2個禮拜，美軍將他自己的彈藥又準備充足之後，他的航母艦隊又到之後，又開始對伊朗發動攻擊？這個我想這些都不能排除這些的可能性。好，所以雙方現在看起來，其實這個軍力上面是蓄勢待發，是不是會準備要開戰呢？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這個有很多種可能性，也有一種可能性是因為。有一些還是困在中東地區的美國的僑民，因為他們離不開有很多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是因為他的經濟的財務狀況，他離不開，所以他們一直打電話給美國的國務院說：你今天你發動對伊朗的戰爭，那你讓我們被困在這個地方，那我現在的手頭上不方便，我也沒錢，那我沒有辦法去買那麼昂貴的機票，我離開這個地方，那你們要幫我來處理。所以這也有可能是一方面，就是美國的國務院他們也經過呈報以後，那決定由國家來負擔，那就把這個中東地區所界定為緊急危險的地區，然後困在現在這裡邊的美國的僑民還出不去的，那你跟美國的政府借錢的話，你就不用還了。那也就是說，之前你先走的，那你就自己認了。有17000多人。17000多的美國的公民，之前就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第一時間聽到消息就走的人，那這些人是自己自費的。那現在的情況是沒有走的人，他們現在要求美國的國務院要負責他的問題。那對美國國務院來講要怎麼辦？那所以他就宣布說，那你離開的話，我們可以給你錢。
因為並不是美國的軍機到這個地方來把人接走，不是美國的軍艦到這個地方來把人接走，是你可以向美國政府借錢，但是這個錢你可以不用還，但是你還是要自己包機或者是自己搭機，你離開這個地區，你到周邊的國家，再從周邊國家走。但是由於美國的國務院這次的公布的，讓大家覺得很不着邊際的地方在於，他只宣布一個中東地區，可是你到底講的是哪一個國家？因為事實上，也就是說，不管你沙特現在難道對外都不能航行了嗎？沒有啊。阿聯酋難道都对外不能航行了嗎？也沒有啊。科威特都還有另外的通道啊。換言之，也就是說，只要不飛越這個伊朗的上空、領土上空的，因為伊朗是他所謂的關閉空域，是說你不能夠飛過我領土的上空。可是周邊的國家它還是有別的地方可以飛，有別的國際航線可以飛，它不用經過伊朗的領土上空。所以美國的國務院也沒有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因此，大家要看的是你的具體的措施。不過，它已經造成很多人的推敲，說，哎，是不是要局部性的地面戰準備要開打了？大家就有這個一個壓力了，就是說，以做這樣的一個動作，那大家都回想起2月27號，當時美國宣布說要撤僑的時候，28號就開打了。對，所以大家就開始不免去判斷說，哎，那是不是準備要地面戰了？所以你要趕快說公家來負擔，你也趕快離開，因為避免地面戰一旦開打以後，美國更多的僑民在困在中東地區的受到傷害，那到時候這個賬都要算到川普身上。但是還有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為了川普为了逼伊朗來談判。那也就是說，哎，我準備要開打了，我是真的要開打哦！你不要認為我不開打哦，你不要把我當成一個弱雞，把我當成一個 taco，我是真的要打了，所以我開始進行撤僑了。你看我錢都付了，我要，那也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道理啊。所以我覺得各種可能性都存在的。好，各種可能性都存在。那當然了，不管怎麼樣，這個伊朗已經積極在備戰了。剛剛我們特別講了嘛，這個人民呢，他們聚集在德黑蘭的廣場，放出展示他們的這個卡德爾還有霍拉姆沙赫爾4的導彈之外，剛剛還有看到蚊子艦隊等等，還有呢，就是現在說呢，包括了這個伊朗的戰力已經回歸到戰前的70%了。接下來真的嗎？伊朗具備這些，比如說比較遠程的打擊能力呢？那美軍它的基地還安全嗎？那老師又怎麼看？伊朗透過這次展示，它經過這樣子的一個40多天跟美國相互的攻擊，摧毀了美國在海灣地區國家的一些軍事基地之後，進行到和談期間，雙方還是沒有辦法真正的上談判桌。但這個時候呢，它展現它飛彈的數量跟種類，跟特別剛才思敏介紹過的幾款的飛彈。第一個當然是在對國內的人民的士氣的鼓舞，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其實到現在為止，伊朗超過起碼2萬個以上的目標被攻擊，那包含軍事也包含民生，甚至一些橋梁。然後呢，超過2000多人死亡，以及數萬人受傷，經濟受困，然後貨幣不斷的飆高，同時網絡大概都是還是停滯的。一直到這2天才開始國內的航班，伊朗國內的航班開始在恢復啊，所以是有一些恢復的狀況，要鼓舞士氣，而且當然要準備可能美國再發動攻擊的回應。那當我們現在最關心的是，它還真的有這麼多飛彈嗎？以色列老早在上個禮拜，以色列方面就公布，伊朗至少還有超過1000枚以上可以攻擊到以色列的重型跟關鍵的飛彈。而在前天，美國國防部的國防情報局，他的那個局長要到眾議院的軍事情報委員會去作證之前，先提供的書面資料裡面就指出，他說，儘管伊朗的作戰能力因前就提出書面報告下降，但是該國仍保有數千枚飛彈跟單向攻擊的無人機，數千枚飛彈足以威脅美國和盟友在這個區域的部隊。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伊朗它擁有的飛彈，不敢說70%，但是要因應如果美國再發動一次類似的轟炸，它的回應，我覺得應該是夠。但如果美國要進行地面或者是橋梁的攻擊的時候呢，是不是能夠打一場這麼大規模的這個戰爭？它的飛彈的數目夠不夠啊？品質夠不夠？那這就是我們必須要等到真正戰爭發生才能得到的一個解答。不過美國看起來
我覺得其實5月1號，因為總統發動戰爭60天，對，到5月1號就到期。他雖然可以再延長30天，但是呢，他必須要跟國會去做互動。現在國會雖然還是共和黨是多數，但是也有許多共和黨員不選的共和黨員決定不支持他延長這個軍隊使用的期限。所以呢，我覺得5月1號之前可能會是個時間點，而5月1號之前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的可能性高嗎？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哉問。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戰事，川普撂下狠話，他說他1小時就有能力可以炸爛德黑蘭、炸爛伊朗哦。德黑蘭在這個時候只是怒嗆說：“你別痴心妄想。”另外呢，現在被這個衛星給拍到說呢，伊朗正在就他的核設施加固，難道要準備再戰嗎？荷姆茲海峽的部分還有紅海現在也是在雙線開火。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做分享。如果您認為說這個德黑蘭的動作，他現在正在加固這個核設施，是準備在跟美國戰。那麼，如果您認為是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伊的戰事會趨向平穩，那麼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好，這一場美伊戰事，我們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川普在這個時候放話說，他有能力可以1小時炸毀伊朗，那伊朗則是全面的反擊。我們剛剛說他在加固他的核設施，難道美伊會有下一場戰爭要進入倒數嗎？第二件事情，荷姆茲海峽遭到爆發攻擊之後，沒有想到，紅海現在也爆發了攻擊行動哦，這個是伊朗在封鎖所有的能源命脈，向全球航運發出最後的警告嗎？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如果荷姆茲海峽真的失控，美軍能否付出代價來打通這一條重要的全球能源的生命線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來關心到是美伊停火沒有多久哦，戰火是不是又要點燃？原因是因為川普又在嗆蝦。6日，他對媒體說，我們來看到他說什麼？他說呢，美國要麼你就跟伊朗達成協議，要麼就完成任務。美國還是非常強的。他說，我們可以在1個小時之內摧毀所有伊朗的橋樑，也可以摧毀伊朗的能源上面的供應。結果伊朗是立刻反嗆川普，說他妄想。他說呢，這個如果你要談，就好好的談，不然呢，我們就會跟你奉陪到底哦。再來就是關鍵了，現在伊朗的內部哦，這個對於政府的支持力道正在大幅的提升，因為看到了最高領袖的遺體呢被抬到了這個什葉派的聖城科姆的時候，支持者呢是一路的高喊要這個美國反對美國，甚至他們還說我們要拿下川普的人頭等等的話，大大激起了復仇的一個言論哦。再來呢，來自於美國的智庫所公布的一個最新衛星影像，發現在伊朗的這個核設施有2個地方，第一個是十字號山，第2個地方是在它的另外一個山呢，都被發現在福爾多這邊都被發現有這個施工啊，還有這個車輛進出的一個跡象。難道現在伊朗是在積極應對美軍可能奪濃縮鈾的這個潛在行動嗎？那就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幹哥怎麼看伊朗的這個行動，就是他加固他的核設施的意思是什麼？再來，美伊11日會在舉行的下一輪談判，川普是真的想要打，還是他在為談判增加籌碼？幹哥怎麼看？川普打不動了啦。好，我跟各位講，中情局啊，他們特別注意這6天。這6天是哪6天？就是你知道，哈米尼的遺體啊，你看隔了這麼久，他正式進行國葬的典禮。他從德黑蘭要運到科姆，那這一段路途當中，有多少人夾道去送葬？這很重要。為什麼？代表你美國跟那個以色列當初打擊伊朗，發射了1萬多枚飛彈。我希望你們國內變成實質的變動，實質的政權解體，就算不解體，也要發生革命。這是最大的那個盤算，結果完全沒有。所以這6天下來，如果伊朗的民族情緒，什葉派還是穩穩掌握政權的話，那當初的目的根本沒有達到。為什麼？同仇敵愾還是一樣，對不對？然後現在哈米尼的兒子接班人，對不對？穆吉塔巴他還是一樣做得穩穩的話，那等於當初的打擊都沒有效果。強硬派還是強硬派 ，IRGC 依然存在。所以我問你，川普能夠講什麼？
啊，我們就是要完成任務嘛，我們要麼就是達成協議嘛，如果不的話，我就炸它嘛。你現在沒有能力炸了，而且你在國際上的出兵的那個正當性已經完全消失了。坦白講，你完全沒有師出要有名，你現在師出已經無名了，因為你已經打過了，你該殺的人你都殺了，然後你沒有達到你的目的，你現在要再出兵，你要看他是犯了什麼錯。他如果說今天他在大張旗鼓的去支援那個也門青年運動，或者是大力的再重新武裝真主黨，那個你才會有理由或借口。如果沒有的話，你說我隨時都可以打掉他的橋樑，沒有錯。你有 GBU-57，我們都知道啊。那對於美軍而言的話，那是輕而易舉。可是你出師的名義在哪裡？找不到，不曉得。現在好了，終於我們公布衛星圖像給你看。哎，川普，你可能有辦法從這上面去打他了。什麼東西？納坦茲的核設施又開始重新啟動，只差離心機沒有運進去而已啊。這個倒是可以想一下哈。如果你真的敢這樣幹的話，那川普終於有口實了嘛。十字鎬山為什麼現在開始挖土機在動啊？為什麼這個核設施的隧道口有施工的那個情況？福爾多也是啊，只剩下伊斯法罕沒有開始動工而已。我坦白告訴各位，這些你已知的核設施不可能停下來，也不可能就此埋起來，它一定要復工。不然他們的核設施就完了。一個國家能夠容許他們建立的20-30年的核子運作設備，它裡面有冷卻系統啊，你叫它就廢掉嗎？不行，它一定要維持。還有電路系統那些東西，山被你炸了埋了，我們裡面就都不能夠弄乾淨嗎？不可能。我告訴你，任何主權國家，尤其像伊朗這麼大的國家，他怎麼會容許說因為我們要遵守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規定，所以這些地方我們都因為美國也炸了，我們就廢了、淹埋了，算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會再恢復的。如果川普你拿這個東西當口實去重新再打他的話，也許國際社會還可以思考一下。但如果伊朗沒有很明確的違反這個 IAEA 的規定的話，那我想請問一下，川普你還要打什麼呢？所以這場戰爭真的是白打了。好，所以我們就是接下來要等着說美伊的下一場核談判之前哦，我們看到伊朗用各種的方法繼續的掌握這個它的籌碼。除了剛剛我們特別掌握到的，就是伊朗它持續的在維持它的核設施之外，甚至在加固它的核設施之外，第二張王牌，伊朗的王牌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還不止哦，現在還擴及到了紅海，也變成了它的王牌。那伊朗呢，最近針對只要是通過這個荷姆茲的海峽，沒有經過伊朗准許的話，也會對它開火，其中呢就有2艘商船哦，遭到2枚的飛彈給擊中重傷哦。所以呢，我們現在也看到呢，有很多的船東現在也開始想辦法說，可不可以用偷渡的方式？他們的方式就是關閉這個自動識別系統 AIS， 然後在夜間悄悄的穿過這個荷姆茲海峽。現在做這種偷渡行動最積極的就是我們要來看到的阿聯哦。所以呢，阿聯呢他就決定說，我乾脆走陸路或者是走紅海好了，就不要去走荷姆茲這一條。結果沒有想到呢，這個阿聯想得到的方法，伊朗也想到了，他就開始對於紅海這邊開火。一艘商船突然間遭到不明的武裝攻擊，被迫發出了求救訊號，等於在中東的2大命脈都被伊朗給掌控。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這來看最近美國跟伊朗的態度哈，又好像大家又雖然沒有撕破臉，可是基本上情勢緊張。很簡單，表示現在這個談判其實並沒有順利的談下去。那沒有談下去當中，其實也包括了整個在這個時間點上。當然，現在還有一個東西比較特殊，因為現在美國對於伊朗有60天的這個臨時許可，就表示這60天當中跟伊朗部分相關的一些原油基本上是可以流動的。好，於是在這裡頭60天，你以為是自由嗎？自由的背後很可能的意義其實是失控的。所以在這60天，雖然對伊朗是有更多的空間，然而伊朗為什麼要對荷姆茲抓得更緊，甚至紅海擴散？因為美國這個東西，你以為是對伊朗好啊？大家來好好談判。其實美國還是有很多的謀略，其實伊朗並不知道。
剛剛講，如果你好像伊朗可以自由賣油，然後大家也都同樣波灣地區，大家都自由的賣油，所以這裡頭一旦是這樣子的氛圍的時候，荷姆斯海峽伊朗要掌控的那個東西就消失了，而且可以看到大家現在其實都不遵守規則，所以伊朗為什麼要下重手？所以我認為在看待這件事情，要回到現在美伊談判，我們不能說不順利，但是這裡頭有非常多貓膩的地方。比如說最近我特別關注跟涉及到荷姆斯海峽等等的是什麼呢？不是我們現在看到在這個當中的這些船艦等等，是貝森特。貝森特在6月22號的時候接受 CNBC 的訪問的時候，哇，你看他那個表情，他那個志得意滿，強調說伊朗即將重回美元體系。它裡頭強調的東西就是美伊談判現在進行了幾個涉及到錢有關的東西。首先包括240億美元當中，美國控制制裁伊朗的錢鎖住。貝森特說，美國要求伊朗說，你這些錢呢，不能買做別的用途，你只能買美國的東西。你買美國的東西之後，大豆什麼之類的，而且要在美國的監管之下用這筆錢。比如說，我說你不能買，你也就不能買。除此之外呢，它超過1500億的重建伊朗的錢，基本上也是全部都是以美國跟歐洲，特別是美國當中的企業到伊朗的裡面去幫你重建。這些重建你也只能買伊朗，也就是說這1500億我不是送給你伊朗，你重建是你都要用我們美國的企業，而且我們美國企業要大摇大擺的進入你伊朗的国土，更不要說後面伊朗的石油的部分，潛台詞的部分就你要用美元交易。要知道呢，伊朗現在虽然不能賣油，它基本上跟人民幣交易就是跟中国交易了，已經幾十年了。而且伊朗的暗网，它國際間偷賣的這些油，基本上也是繞開美元的體系。你看，每年至少2000萬桶以上，對不起，一個月2000萬桶以上。所以這樣子的規模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人民幣。所以也就是說，這次美伊談判，你看起來，你以為美國只要停火？更不是，美國要的更多。美國最後要把你控制你伊朗，而且你伊朗最後你只剩跟中國的交易是人民幣，其他你全部賣的油都又回到美元。你看這個當中是真的是釜底抽薪，不只是針對伊朗把你控制住，連你的美元跟中國大陸的幾十年體系，我瞬間把你打碎。所以為最近的談判當中，為什麼很多東西卡住，大家都有火氣？因為伊朗沒有要買單。人民幣體系是幾十年來它的一個不是替代方案，它的生存之道。我只是為了要眼前的停火，眼前的荷姆斯的利益當中，我就不要了这個人民幣的部分交換，怎麼可能呢？伊朗也不是笨蛋，而且美國要的這些東西，你覺得伊朗來說，特別是他們現在精神領袖能夠接受嗎？好，所以美國提出了許多對於伊朗來說難以接受的這個和談的條件，現在看起來離談判這個和談已經達成，已經越來越遙遠。那接下來怎麼辦？有關於荷姆斯的海峽的問題，美軍能夠自己去掌控嗎？因為其實來自於外媒也特別點出了說，你美國今天要去掌握荷姆斯海峽，其實你是有困難度的，而且這4大點是最難的地方。第一個，伊朗可以持續的用廉價的無人機攻擊你，然後你的成本，你要去攔下來的成本非常的高。第二個，這個雷達雷鋒所戰呢，美軍掃雷的能力雖然到現在為止現在看起來還不錯，但是多年來都沒有重大的突破。第三個是美軍呢，美艦一直忙着對空中無人機飛彈的飽和攻擊，但是水下伊朗還可以持續的對美軍產生攻擊。第四個是荷姆斯的海峽地形比較狹隘，方便伊朗不管是他的快艇做攻擊或其他的武器、地下掩體都對伊朗比較有利。那艦長怎麼看？首先我在想，如果你擔心他們會大打的話，我勸你先不要，因為現在所有看的跡象他都不會大打。為什麼？他們兩個我去形容就是一個小打小鬧，我打你一巴掌，你敲我一個頭，我踢你一腳，你又打我一拳，大概是這樣。如果他們做出2個以下這個事情那就是真的在大打，那就是殺手鐧。第一個，美國如果去轟炸他的那個能源輸出的島叫哈爾克島。如果美國把這個島炸爛了，我先跟你講，你股票趕快跑，這個是一個不得了的大事，因為他在要伊朗的命。那伊朗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會做什麼？你知不知道？剛剛這個思敏有提到4樣，我跟你講，你只要擔心1樣，水雷，因為其餘的無人機啦、那個底下潛艦的攻擊啦、飛彈快艇啊什麼的。那些東西說停就停，好比說我今天要決定打你，我說不要打了，停，當然就停了。
可是水雷一丟哦，對不起，沒完沒了。對，你永遠在那裡。那我舉一個例子，在2次大戰的時候有丟的一個水雷哦，在上次俄烏戰爭的時候還發現了，因為那時候發現的時候，我看到報上有登，大家說，哎呀，誰丟了水雷？然後一查是2次大戰的，你就知道它能夠存在多久，除非你把它掃除。那你以為掃除很容易嗎？美國早就想過，在這個荷姆斯海峽是多麼難掃雷。他在2012年的時候9月，有27個國家一起參加這個掃獵雷任務。派了獵雷艦去，在荷姆斯海峽，他丟了29枚的水雷，掃了2個禮拜14天。你知道他們掃了多少？最終的結果是1半不到。我最多告訴你吧，14個，有15個掃不了。你就說他掃雷有多麼的困難。所以，如果這個伊朗說他把他幾千枚水雷布下去，如果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要命了。我丟幾千枚水雷，那第二個，你看听到這消息，你趕快把你股票全部跑掉，那是不得了的大事。至於現在打來打去的什麼恐嚇你、我炸你，這個那些都是小打小鬧。那至於你在想，美國這麼強大，他為什麼不去把這個伊朗的水雷的威脅給它解除掉呢？或是確保荷姆斯海峽的安全呢？那他除非地面部隊進入伊朗，你想想他地面部隊進入伊朗，你想過嗎？他會死多少人？幾萬人都算低的哦。那美國這個民主國家，他還想我死幾萬人？我們美國人為什麼要死幾萬人呢？只要問到這個問題就知道，美國不可能動手的。所以到最後現在2個殺手鐧都沒有到，所以它不會發生的。好，謝謝艦長。接下來我們特別來了解到有關於這一場美伊戰事有了最新進度，哈米尼的國葬即將舉行，沒有想到變成了伊朗的復仇總動員哦。等一下特別來做關注，尤其這個時候伊朗也正告美以了，說了些什麼？等一下一起來關心。川普這個時候他不敢重返戰場之外，在軍事上有了最新的許多動作，包括 B-52已經正式的撤出了當地，那麼包括了我們看到歐洲波灣現在付錢求伊朗說，希望可以讓他們的船只通過荷姆斯海峽。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我們一樣的在留言區留言。如果您認為說在這一場戰事來講，目前美國比較急着希望能夠停止這一場戰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現在看起來伊朗還是比較着急，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互動。我們要來看到美伊戰事最新消息，就在哈米尼的國葬之前，我們看到其實呢現在伊朗的火藥味全面的升溫，來自於伊朗的議長公開已經號召了全國的民眾說呢，我們一起把這場喪禮變成一場全民的復仇總動員哦，說呢要一起來對美國來做威脅哦，並且伊朗的軍方警告美以，如果呢在喪禮期間，美國跟以色列任何一個國家敢在這個時候發動攻擊的話，一定會做嚴厲的報復。那不排除現在說呢，伊朗有可能做的是不是聖戰呢？更震撼的事情是我們來看到，超過伊朗當地70%的民眾贊成要把川普跟納坦雅胡列入在暗殺名單當中。也就是說，如果在喪禮期間，美以真的敢發起任何的動作的話，聖戰是不排除可能會做的事情。我們再看到美國另外一頭畫風則是完全不一樣哦，來自於軍事媒體戰區特別做的報道，是不是美國現在希望趕快退出在這一場美以的戰爭當中呢？我們先來看在美國方面的軍事行動，再來等一下看一下美國的政治上面的態度。軍事行動上面，我們來看到美軍已經正式的撤出了6架 B-52轟炸機，撤出是美軍在中東最大規模的一次兵力的抽離。除了 B-52撤出之外，我們看到許多的主力攻擊機，包括了 A-10攻擊機、F-22戰鬥機跟 F-15E 打擊鷹等等的主力戰機也相繼的撤離當地了。剛剛講了這個是在軍事上面的動作，可以看出美國的態度。在政治上面，確實美方也正式的表態了。副總統范斯他直接說，川普不想讓美軍再次的重返戰場。伊朗總統也嗆聲說，確實哦，在軍事上面撤出，在政治上面退讓，在金融上面也有所讓步了。美軍已經呢凍結了部分的金融跟外匯的限制，對於伊朗開始做鬆綁了。那麼伊朗談判代表繼續喊話說，接下來美伊談判有沒有可能成功，取決於你美國給的態度是什麼。
願不願意給伊朗更多的承諾？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伊朗把哈米尼之死現在是轉化為全民的復仇運動嗎？另外軍事的動作 B-52的撤出，還有金融上的鬆綁，代表說美軍急着撤出中東，要對伊朗全面讓步嗎？可不可以這樣解讀？酈將軍怎麼看？哈梅內伊這次的國葬其實是很危險的一個時刻哈。這個我認為以色列來講的話，他當然這麼大好一個時機，他跟你講什麼武德啊？我覺得他動手機會是很大的哈，因為在哈梅內伊如果國葬的話，那代表他的兒子穆吉塔巴應該是會參加他父親的喪禮。就以色列來講的話，他已經公開放話過了，他要暗殺，他還是要斬首這個穆吉塔巴。那如果穆吉塔巴出現在哈梅內伊的喪禮上面，我覺得這是以色列動手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因為之前穆吉塔巴他幾乎都沒有出現嘛。那第二個，就以色列國家立場來講的話，他最擔心的就是美國離開這場戰爭，按住他不讓他繼續打哈。這個美國為了能夠跟伊朗達成和平的協議，可能他的這個核戰條件就是有一條，就是這個要全線停戰，就是以色列不可以在這個黎南地區再繼續打仗。那美國川普為了這件事情，因為他知道他按不住這個以色列，以色列一定會繼續再動手，所以美國自己他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這個壓不住以色列，現在美國自己派了美軍到這個黎巴嫩南部地區，在這邊想要這個擔任這個維和的角色了。所以我認為這次哈梅內伊的國葬確實是充滿了很多的變數在這個地方。當然我們現在看出來，美軍在現在它不只是 B-52戰機撤回美國去，包括它的戰術型的飛機，B-52屬於戰略型的轟炸機，那戰術型的包括 A-10攻擊機、F-22、F-15等等，陸續撤回去。據我的了解這個除了這幾款戰術型的飛機撤回去之外，美國還回了美國本土什麼飛機呢？它的運油機、它的預警機都回去。我覺得如果說運油機跟預警機都撤回美國本土的話，代表美國就不想打這場仗。因為你看不管是從約旦或者是沙特這個伊朗的國土這麼大，你所有的戰機要起飛要對伊朗轟炸的話，中間一定要經過好幾次的空中加油。那你如果空中加油機也回去了，你預警機也回去了，代表美國很明顯的所有就是一個所謂的戰略的轉進策略走了。那你戰略轉進走，我跟你講。就伊朗來講的話，這時候一定是戰略追擊，對不對？這個打仗不是吃齋念佛的，對不對？你要跑，我一定就追嘛，對不對？你戰略退卻，我就戰略追擊。可是這個伊朗的戰略追擊，不是我指的不是戰場上的戰略追擊，而是它是在談判桌上面追擊。我們看到為什麼這個伊朗這次談判的態度越來越硬？除了你剛剛講的1、4、5、10、11條，這5條是否能夠落實？我跟你講，那就是看伊朗由伊朗來解釋。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前2天原來說美伊雙方都同意開放荷姆茲海峽，那為什麼伊朗又去攻擊了2次？第一次是攻擊這個長榮貨輪的長利輪，第2次是攻擊一條貨輪。為什麼打這2條船？已經都講好停戰了。這個已經都開放荷姆茲海峽，為什麼伊朗還打？因為伊朗說你沒有按照我規定的路線在走，你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線，靠阿曼這邊，你沒有按照我規定的路線，我規定是北邊拉拉克島這個地方，那你沒有按照我規定的路線走，我就打你。代表伊朗表示的是說，整個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在他的手上。當然我們後續看美國，如果說是整個都撤退的話。這個有一句話叫做"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那我認為美國不太可能在伊朗這邊再一次的大動干科，再把兵力調過來，那已經是士氣衰竭了。好，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美軍現在在後撤，不管是在軍事行動上面，剛剛將軍講的戰機啊、加油機啊等等，全部運回來之外，還包括在政治上面，還有金融
領域上面的讓步哦。所以呢，川普剛剛講了嘛，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部分，川普原本說要計劃啟動的自由計劃，他眼看現在是不是伊朗已經幾乎可以完全掌握荷姆茲海峽了，所以呢，他也說，這個計劃就暫時不要施行。當然了，另外一個關鍵點還有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他擔心激怒伊朗，所以他拒絕提供美國基地跟領空，讓計劃是完全的被迫取消了。其實呢，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之外，其實波灣國家現在看得很清楚，在這一場美伊戰事當中，美國說好要保護他們，結果他們是被炸的第一線戰場，包括波灣國家的這個機場啊、港口、油田、煉油廠、城市，全部都炸，反而是美國自己是完全沒有任何事情的。那所以《每日電報》也特別指出，波灣國家現在決定要自己繞開美國，乾脆呢，我自己去改善跟伊朗的關係好了，跟這個伊朗建立比較好的區域安全機制，也代表美國花了數十年時間在中東打造的這個中東秩序出現裂痕了，所以波灣國家只好自己找出路了嗎？張將軍怎麼看？波灣國家这些找出路，他是想到，因為在這個40天的美伊戰爭來看呢，他遭受遲疑之殃，遭受遲疑之殃，這個被受牽連。這個伊朗對美軍駐在的這個中東地區這個國家，美軍哦，在整個中東地區哦，戰前是5萬多人，然後如果加起來，到最後變成8萬多人。這個人住在的，包含科威特、卡達、阿聯酋、巴林，也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也包括了約旦，甚至還包括敘利亞、伊拉克都要算進去。那你看看，當然伊拉克、敘利亞是把它撇到外面去。那其他美軍只要是有從他的駐在國起飛的這些飛機還有飛彈呢，伊朗就都報復。伊朗一報復，他們這個反導系統就啟動去打，一打到彈落荒郊，炸到他們自己。那算誰的？這個戰後重建，美國沒有說要付錢啊，他受遲疑之殃啊。第二個，這個美國實施電子戰做電子干擾，那個飛彈也迷失不掉，又炸到老百姓了。那這個美軍到現在為止沒有說要賠耶。那結果他們遭遇是遲疑之殃他們也不要參與啊。這個仗是美國跟伊朗在打變成這個狀況，他們不願意再繼續玩下去。第二個，這些他們會認為，這些如果是站在美國這一邊，那就是被以色列所利用，因為以色列跟美國是站在一起的。然後現在呢，美國去打伊朗，那你們是幫以色列打，那我在幫你，那我是在幫以色列，他們就會這個樣子。因為中東地區以阿戰爭5次。我們講的第4次是1972年，第5次是1982年，1973年跟1982年，1982年最後一次第5次，但是其他零星衝突是不斷的。那大家當初都是我們大家同心協力去打以色列，現在我們大家同心協力去打自己的伊朗嗎？伊朗當中大家都參與他的，都派阿拉伯聯軍呢去打以色列了。那現在我們怎麼可能幫以色列去打伊朗呢？這個有這個歷史背景的因素，他們想說，我不要被以色列所利用。我不要參這一行，你要打你們不要在我這邊起飛去轟炸伊朗，所以他們有這個歷史的因素在這邊。第3個，我們來看戰後都要復建，都要重建，還有我們都要這個戰後的地緣的關係，中東地區，那伊朗就在我們旁邊我們要跟他修好，其他的地方是很遙遠。我們要跟以色列修好關係重要，還是跟伊朗關係修好比較重要？當然是跟伊朗關係修好重要嘛。以色列我們是跟他不搭嘎的，還沒有附設大使館呢，互派大使都還沒有。就知道了，大家都想的是戰後的問題了。地緣的關係要維持個軍事，而且要恢復到歷史的根由，所以他們這個地方原則上對美國來看，他也啞巴說吃黃連有苦說不清，但是原則上他們是不歡迎的。好，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波灣國家開始改變態度重新希望建立好跟伊朗之間的關係。那另外一方面，有關於荷姆茲海峽呢，我們剛剛說嘛，這波灣國家因為要跟這個伊朗建立好關係，也包括他們現在呢也已經答應了，是不是說未來我們就交給你伊朗，包括這些安全保障費海事服務費，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讓我們的船可以平平安安的渡過去而已。那其實我們也看到呢，真正這一場荷姆茲海峽決勝的關鍵，還有荷姆茲海峽，現在美國也提出了一些讓步希望凍結伊朗海外1000億美元的資金來換取荷姆茲海峽恢復通行。沒有想到伊朗不甩他說，荷姆茲海峽的通行不是你美國說了算，是由我們伊朗來做控制的，因為光這個收益在荷姆茲海峽1年可以給伊朗的錢高達了400億美元的收入，荷姆茲現在已經變成這個伊朗很重要的一個戰略的一個核彈了嗎？岳老師怎麼看？
解凍1000億的話呢，只夠伊朗2年半控制荷姆斯海峽400億。這個是簡單的數學，國中生就會算。對啊，我必須要強調啊，這裡頭凸顯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美國拿着伊朗在荷姆斯海峽的地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而且這個也是最丟臉的事情。因為的話呢，這個川普在攻擊這個伊朗之前的時候，荷姆斯海峽是自由開放的。那個時候呢，伊朗本身呢不敢造次，忌憚於美國的軍事實力。剛剛我們討論過無人機蜂巢攻擊的事情，就全世界無人機最強的3國就是中國大陸啊。然後烏克蘭第3名就是伊朗。伊朗現在對於波斯灣附近的這個美軍駐軍的話呢，包含巴林、科威特、什麼卡達、什麼阿聯酋，什麼亂攻擊一通啊！這個攻擊的話呢，使得當地人的話呢，就是說覺得拿得沒有辦法，他們心裡會產生2種想法，一個就是美軍沒用啊，第二個的話呢，對伊朗這邊還是客氣一點好。啊，那歐盟本身的話呢，大家都是需要波斯灣的石油啊。你如果沒有波斯灣的油，不能夠穩定進來，請大家記住，如果你打開地圖一看，荷姆斯海峽那個上去，阿曼跟伊朗隔得非常近啊，它就是在岸上架了幾排炮，裡面就可以打到你，不管從哪走都可以打得到。那這個波斯灣这個油出不來的話，那歐洲的物價這個通貨膨脹的問題也非常嚴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發覺，因為伊朗的要求的服務費，其實也就是一桶石油加1塊錢，反正是加在消費者頭上嘛。那為什麼不確保那個油源呢？你比如說上次長榮出來的那個長利號，對不對？他沒有聽到他的話，裡面就可以打起來了，他以後就不敢動了。現在沒聽說長榮敢動了，為什麼？你一艘油輪的價錢，那開玩笑，你不要打個大洞，你要怎麼用啊？對不對？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覺得說花錢了事，息事寧人，這個就是道理。好，謝謝苑老師。